这个螺旋桨不是被打残了，是它生来就只有一个叶片，一个叶片也能飞，别说它还飞得挺好的。大家好，我是火箭树，今天这个知识保准冷到你没有听过。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存在单叶片螺旋桨？下面我说的每句话都会是线索，可千万要仔细听好哦。单叶片螺旋桨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还被认为是航空设计上的另外一场革命，据说能够增加20%的爬升效率。从这个黑白视频当中，我们也能够明显的看出此优势。左边的飞机显然起飞得更快，因为它装的就是单叶片螺旋桨。为什么单叶片螺旋桨的效率反而会高于双叶片呢？这相当违反常识，对不对？现在的普遍解释会这么告诉你：因为旋转的螺旋桨会扰乱它经过的空气，形成湍流。如果紧接着另外一个叶片马上就跟着过去了的话，它不就正好就进入前者的湍流里面了吗？因此效率大减。最好的情况就是让一个叶片始终工作在未经扰动的空气当中。这一理由乍听上去好像合理的不得了啊，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但是稍微一细想，它就相当站不住脚了。难道一个叶片它就不会转过它之前转过的地方吗？如此，它不也同样面临着气流干扰的影响吗？所以问题根本就不在气流干扰。实际上无论是单叶片、双叶片还是三叶片的螺旋桨，每个叶片都通过自己独特的螺旋路径与空气接触，互相之间压根就不会产生干扰。之所以咱们的脑袋里面会形成前面那个假象，还是因为看问题太片面。这立体起来看，不马上就清晰明了了吗？那问题在哪儿呢？在跟螺旋桨效率有关的几个因素之上：叶片长度、叶片弦宽、叶片厚度、叶片数量和叶片螺距了。想要使螺旋桨效率最优化，就得玩对它们之间的平衡。较长的叶片能够提供更多的推力，因此就能够提高螺旋桨的效率。但如果过长，不仅对离地间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会让叶间速度接近，甚至是超过音速，又让效率降了下来。叶片弦宽则会影响螺旋桨的空气动力学效率。较薄的叶片弦宽能够减少空气阻力，提高效率，但它会受到材料强度的限制，尤其是在早期，木材等材料是无法制作弦宽极薄叶片的。减少叶片厚度当然也可以减少空气阻力，提高效率了，但它也会受到材料强度和技术的限制。增加叶片数量虽然可以提高螺旋桨的推力和功率吸收，但同时也增加了旋转阻力和重量。最后是叶片的螺距，较小的螺距适合低速飞行，而较大的螺距呢适合高速飞行，因此也需要去平衡。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单叶片螺旋桨出现的1930年代，当时制作螺旋桨的材料只有木头，叶片弦宽和叶片厚度都是无法做得很薄的，因此就带来了较高的空气阻力，再加上当时的发动机功率也较低，也就60马力以下，所以减少叶片数量来减轻螺旋桨的功率吸收负担，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最优解。那螺旋桨能减到哪儿去呢？你好歹得至少留一个吧，这才有了单叶片螺旋桨。它在当年确实有着更高的效率，但随后的发展、材料技术、设计工程等等，让单叶片螺旋桨的优势呢就逐渐消失了。现代航空中大多会使用多叶片螺旋桨来平衡推力、效率和重量。那么单叶片螺旋桨就这么彻底消失了吗？没有它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之下，比如动力滑翔机。这些飞机的发动机通常又小又轻，因此需要较长的叶片来提供足够的推力。但滑翔机它的空间有限所以用单叶片的设计就可以帮助减小螺旋桨的物理尺寸，使其更易于收纳。各位看到了吧？要把螺旋桨玩明白绝不简单。它告诉我们，科技的进步往往源自于对局限的突破，人生亦如此束缚你的往往正是通向突破的钥匙。我是火箭树，别停下，去探索。在飞机设计上，法国人的脑洞也是不一般的。比如这一架勒杜克0.10，请问飞行员坐在什么地方？看好了，这里鼻锥和机身的连接处的圆洞洞里面，其中一个看起来还是飞行员的出入口。好吧，把鼻锥变成驾驶舱，这种脑洞除了法国人谁还敢玩？但其实这架试验机是挺有名的，因为它是第一个将冲压式喷气发动机这一在1913年便诞生的概念用于实践的第一机了。冲压发动机靠自身向前的运动来将空气压入燃烧室，因此结构相当简单，属于大力出奇迹的典型代表了。但问题是对材料的要求极高所以在1913年只能提概念，无法出样品嘛。另外，由于要冲压，所以你要先冲起来才有压嘛，然后才能工作嘛，代表它在起步阶段呢是需要别人帮忙的。这架勒杜克0.10就是装在一架经过改装的朗格多克运输机的头上，白嫖了一段高度和速度之后呢才冲出去的。
别说它还真的能飞啊！那法国人的脑洞就停不下来了 ,0.16, 0.20, 0.21, 0.22都接着来呗。鼻子是越伸越尖，虽然驾驶舱还是在鼻椎上，但至少这下它是从埋在里面升级到外面来了。在 0.22 上，它位于这个360度的透明圆环里面，并且顶上还稍微有点鼓包，可以让飞行员不至于躺得那么平了，视野肯定是要好一点的。另外，它的机翼开始后掠了，发动机也不再只是单一的冲压了，而是加上了一个同轴的涡轮喷气机，意味着这下呢，我可以靠自己去升天了啊！的确，在升天了140多次之后呢，他在1958年真的把自己给升天了。在发生了一次重大事故之后，整个项目被取消了。好了，最后我们还要再吐槽他一下啊！你看他长得很生猛嘛，四舍五入就是一枚火箭了，又用的是听起来就快的不要不要的冲压发动机，那速度一定会飞得很快吧？但实际上呢，把吃奶的劲儿用上了也破不了音速啊，实在是有点对不起他的颜值了。他真的有颜值吗？站的待遇挺好的。前几天不是有人拍个坐飞机给站票的视频，把大家给惊到了吗？虽然那个就是个扯的啊，但是时间要是回到上个世纪30年代，在欧洲坐飞机，别说是站在机身里面的票了，你就是想要坐到机翼上面去，人家照样能卖票。是的，卖的是机翼票。荣克斯 G38 德国当时造出来了2架，采用的呢是翼身融合的设计理念，所以机翼大到了有点比例失调的地步，直接将这架飞机干到了陆上最大。为什么说是陆上最大呢？因为不是还有水上飞机吗？这张照片展示了它的机翼根和机身连接处的样子，你看这个比例，直接在里面安排个2室1厅，我觉得都是够的。最后的地方高度达到了 1.9 米，所以能够挺直身板，优雅的穿过这道舱门，然后翘起2郎腿，舒服的坐进这间视野极其开阔的机翼客舱。当然，要是恐高就还是算了啊。另外说起来，它还有一个到现在都没有几架飞机敢吹的牛啊，可以飞在空中修飞机。而且不是像航天飞机那种需要出了舱才能去干的活啊！你看这张图，在机翼客舱的后面还有一条专门的维修通道，可以让飞行机械师通过它方便的访问2台夹在机翼里面的引擎。是的，是在里面，而不是吊在外面的啊！于是他们就能够像维修轮船引擎一般，在空中就能动态的处理它的故障了。要是他们不怎么胖的话，甚至还能够顺着通道呢，一路爬到翼尖，爬在这里欣赏风景，一定要比机翼客舱来得更赞吧。最后还有一样不得不提啊，那简直也是戳中了我的兴奋点啊！这里比飞行员还要靠前的位置，还能给你安排上，可谓 VIP 中 P 啊！没有点冒险精神，还真是不敢坐在这里挑战呢。它呢，就让我回忆起了当年坐在双层巴士2楼前排的感觉了。好吧，可惜啊，二战的开始呢，打断了荣克斯 G38 继续前进的脚步。在用作军事运输并被摧毁之后呢，它就永远地消失了。航母上面的蒸汽弹射器怎么做到又开槽还密封的呢？昨天我发了一个关于航母弹射器发展历史的视频啊，很多留言都指向了如上所述的同样一个疑问。正好它也是我的疑问，所以我当然是要帮大家弄明白的啦。看好了，现在它来了。怎么样，是不是更晕了？所以这哪是我的风格嘛？我呢自然是要用 3D 打印了出来，然后把模型拿在手上给你解释清楚了。当当，这个才是真的来了啊！这个呢是弹射器的气缸。当然受限于我的 3D 打印机的尺寸啊，我只能从中间截这么一小节给你演示。你看从头到尾这上面都是开了一道槽的，实际弹射器的气缸呢也是这样的嘛。之所以要开槽，是需要让在里面运动的活塞能够连着外面的滑块，这样才能够将活塞的运动传递给舰载机嘛。好，这个呢是弹射器活塞模块的其中一部分。这个地方其实呢应该是冲着前面的啊，但是我先反过来让它对着后面好演示一下。你看，活塞进入气缸以后，理论上就会被后面的高压蒸汽推着往前快速跑嘛。但是由于上面有道槽，这个活塞后面的蒸汽一看，哟，不是还有一个更轻松的出口可以挤出去吗？那干嘛还费劲巴拉的推着前面的活塞跑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活塞根本就是动不了的嘛。那怎么办？只能给它加个盖子，把上面的缝给盖起来密封呗。但是又不能直接贴着这根槽来装盖子，因为你要让这个东西
伸出气缸去连接飞机挂钩的模块能够真的伸得出去才行嘛。于是气缸盖就长成这个样子了。现在我把整个模型组装一下啊。你看弹射器的活塞呢是这个样子的，中间的结构我尽量做了简化但是主要功能都在啊。这个地方前面呢应该还有一个尖锥状的头部的，就像我在模型里面已经做出来了的这样。至于它是干什么呢，就留给朋友们帮我来补充了啊。好，咱们把这个东西呢插到气缸里面去。你看有2个头子会从气缸缝里面呢伸出来，一个就是这个橙色的飞机挂钩连接组件了。对了，其实蒸汽弹射器为了更有劲，是2个气缸这么并列着放置的，所以旁边还有一个跟它像是镜像了一样的东西伸出来，共同组成一个倒梯状的结构的梯子的那一横，然后梯子的一竖呢伸出去挂飞机了。另一个伸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活塞尾部的密封装置了，它的形状基本上就是气缸盖子的截面的形状了。接着咱们把气缸盖给装上。好，这个时候我们再从屁股后面来看看啊，基本上整个活塞的后面呢就是密封不漏气的了，因为活塞屁股的截面呢已经差不多把整个气缸带气缸盖组成的截面都给覆盖完了。除了这边还是有道缝嘛。现在你不往上漏气了，但是要让蒸汽拐个弯向下漏吗？当然是不行的啦。接下来就是这个不起眼但是却非常关键的部件——密封条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你看，往这条缝里面一插，就完全挡住了吧？而且蒸汽的压力呢，还会把它天然的给压紧，就更不会漏气了，只会把所有的力量都传递到活塞上去的。那么这根密封条是怎么跟这个橙色的需要伸出整个气缸去的，似乎有你没他，一山不容二虎的东西和谐相处的呢？咱们打开气缸盖来看看啊。你看，原来是这样的，它的顶上是专门为密封条的穿过留出了空间的，而之所以要设计这样的斜坡，就是为了更顺滑的将密封条给顶起来，然后当橙色的滑块通过，密封条又会被活塞尾部的这样一个结构给压下去，再继续回到原来的位置，让气缸再度回到密封状态。咱们把这几个零件稍微固定一下，塞入密封条来看看啊。你看，这是从后面看的状态，完全密封。然后你看，这是前面的状态，密封条被顶起来了，从而允许了一个伸在气缸外面的结构的顺利通过。是不是非常聪明啊？它呢，就是英国工程师科林·米切尔的发明了。可以说航母因为有了它，才能变得如此强大。8月5号，一条字不多还不带图的内容，让大家都挺沸腾的啊！我国成功发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其实这已经是第2次了，上一次呢是在2020年。虽然没人说得清楚它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是从数得出来的字里面呢，就能感觉得出来它一定不一般嘛。好吧，说了等于没说。这不是我的风格啊！既然咱们自己的无话可说，那就说说美国的吧。X-37B， 一架同样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也同样被贴上了 Top Secret 标签，只不过呢松了那么一点点，好歹就能够让咱们从它公布出来的消息里面分析出那么一点有意思的东西了。而且很巧就是在我们的第2次上天前的1个月，7月7号，波音就是 X-37B 的生产商发了一条推，很激动的宣布，咱这第6次的任务在轨时间已经打破上一个的记录了超过780天，已经来到了781天了，所以厉害是真的。这不又过去了1个多月吗？它还在天上，于是最新记录已经是超过800天了，2年多。那么这2年多晃荡在轨道上 X-37B 到底干了些什么呢？除了太过机密它肯定不会告诉我们的以外呢，公开能够查到的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部署了一个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光伏射频天线模块，简称 PRAM， 它是一个跟披萨盒差不多大小的设备，作用呢是将太阳能转化为微波，然后再从轨道上直接发回到地面。第2个是还部署了一枚美国空军学院设计的猎鹰8号小型卫星，它的上面呢又自带了几个试验的载荷，其中包括一种新型的电磁推进系统、一款轻量化的天线和一台商业用途的用于给卫星等航天器调整姿态的反作用轮。
好，接着啊，除了部署卫星以外呢，他还在轨做了2个 NASA 指定给他的实验，分别是测试宇宙辐射和太空环境对于植物种子与各种材料带来的影响了。就这么多，没有其他的了啊。所以你觉得上面哪个实验是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呢？来，3、2、1，给出你的答案吧。显然啊，是第一个 Prime 能够把太阳能变成微波，再直接打到地面上的实验了啊。这段视频演示了它的基本工作原理。视频当中啊，科学家用一盏台灯来模拟太阳光。当光线照射到太空当中的 Prime 模块之后呢，它便将太阳能，也就是光能啊，转换成了微波，以更为集中的方式向下发射。所以桌面上这个装有接收器的盒子里面的 LED 灯泡呢，就能亮起来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无线电力传输系统。为了演示微波波束的集中性呢，视频中的科学家还将带有 LED 灯泡的盒子在模拟的 Prime 模块下面左右移动。可以看到啊，只有当它来到 Prime 模块正下方时呢，灯泡才能够亮得起来。所以既精准又集中。精准又集中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可以远距离大功率的传输了。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只存在于科幻当中的设想啊，太空电站。它就是将太阳能在太空中收集之后发射回到地面再利用的构想了。人类想它已经想了很久了，而如今它正在一步步的成真啊。X37B 上面的 Prime 当然只是一个迷你的验证平台，但是同样也是出自海军研究实验室的Scope-M 安全和连续能量微波波束项目，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家伙了啊。2022年4月，在用一个抛物面天线将微波聚拢之后呢，这个项目把 1.6 千瓦的电力发射到了1公里开外的接收器上，中间的损失啊只有 5% 不到，而且是既不受天气的影响，也不会对各种生物包括人在内造成任何的影响。你看，随着这项技术越来越成熟，太空电站说不定真的就很快能够建起来了。但是先把它用在军事上显然更香嘛，美国国防部当然就是想到啦，所以才要带它坐上 X37B 到太空里面去一趟嘛。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东西真的要是在轨道上部署开了，就能够几乎没有限制的将太阳能转换成电能，再源源不断的传送到飞在天空上的烧电不烧油的无人机甚至有人机上，彻底消除了他们对于燃料的需求，可以全年无休24乘7的挂在空中不间断的执行各种任务了，从侦察到监视，从威胁到打击，从单独行动到空中航母，这想象空间就大了去了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那款游戏，叫做《黄牌空战》，里面最让我头疼的军械巨鸟，说不定就还真的是有可能出现在现实当中呢。游戏当中呢，它就是通过接收来自于太空电梯无线传输给它的微波能量，使自己始终处于飞行游弋当中，随时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形成空中垄断的。那现实当中，轨道上的微波发射器也同样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嘛，当然也就能够在制空权上发挥相似的重要作用了。如果这个东西人有我无，是相当危险的。那你觉得咱们上去的那个东西上能没有类似的东西吗？非隐形的4代机能够在雷达面前隐形吗？实际上是可以的，只要保证对方的雷达开不了机。怎么保证？不是用黑客啊，而是用它反辐射导弹。跟普通导弹利用反射的雷达波来找到的目标不同，它盯上的是那些需要主动去发射雷达波的家伙了。比方说敌人的防空雷达系统，这其实相当鸡贼啊！你想，要是我操纵一个防空系统，为了找到天上的飞机或者飞弹，我就是一定要打开雷达来搜索的，对不对？你吃准了这一套，于是就发明了一样武器，它专门就盯着哪边有发射雷达波呢，就往哪边砸下去。你说现在我这雷达到底还敢不敢再开机了啊？不开机吧，那你不随便就飞到我头上来撒野了吗？开机吧，好家伙，啥都还没有看清楚呢，飞弹就朝我奔过来了，这左右都是气人呐，就等于是逼我把防空系统当摆设呗。是的，这就是反辐射导弹在干的事情啦。实际上，能不能真的将敌人的防空系统彻底摧毁，倒并不是它的全部目的，而是只要吓得你不敢开机，不敢长时间的开机，我就赢了，我就能够掌握制空权了。这就是为什么使用这类武器的行动呢，通常被称为防空压制 SEAD 和防空摧毁 DEAD 了。美国的 AGM-88哈姆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最近的证据表明啊，它已经出现在了俄乌战场。乌克兰通过某种渠道，显然是得到了一批哈姆反辐射导弹，以及经过改装的发射载具，从而在短时间之内呢，就摧毁了俄罗斯部署在此处的数十套先进防空系统，可谓损失惨重啊。至于后面会不会带来更大的麻烦呢？我们拭目以待啊。但是这种打法其实早在越战时期，美国人就琢磨出来了，而且对面的武器也是是苏联的防空导弹系统萨姆2，它叫做野鼬鼠作战，目的呢就是利用经过专门改装的野鼬鼠战机来引诱萨姆2的防空雷达开机，从而给自己的白色鸟或者是标准反辐射导弹制造出一个强烈的目标源。一开始的野鼬鼠呢是 F100超级配刀，后来逐渐升级到 F105和 F4G。虽然速度是越来越快，性能也是越来越好啊，但是他们毕竟还是要靠人来驾驶的嘛，引蛇出洞的危险性呢，还是要靠飞行员来扛。这慢慢的就有点扛不住了。在当时的美军，飞满100次任务呢，被认为是一次完整的战斗之旅，就可以为自己赢得一张回家的机票了。但野鼬鼠飞行员面对的危险如此之高啊，以至于有时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了。他们自己就经常开玩笑说，当你飞到第66次任务的时候呢，你就已经被击落2次，被俘虏1次了。所以这种事情能不能不让人干呢？AGM-88哈姆就有点这个意思了，它有的时候就是在没有考虑特定目标的情况下，就被发射到战机前方的敌对空域当中去了，在这里提前等着别人的防空系统上线，然后再改变方向，朝着它检测到的那个雷达波的发射源飞过去。即使对方立刻意识过来，马上就切断了防空雷达的电源，哈姆也能够继续飞向目标在消失前那个最后的一个已知位置了。像不像是专门碰瓷的啊？我感觉挺像的啊。但是这种碰瓷呢，还是不够高级啊。它有2个问题，一是这毕竟还是一枚导弹嘛，留空时间不会太久的。要是半天没有找到碰瓷对象，不就浪费了吗？二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对方关机，它照样也会飞过去。这好也不好啊。好的是，万一对方无法移动或者移动得太慢，你关机了，我也照样能够逮到你啊。坏的是，万一我躲得要是快呢？你不就白炸了吗？那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还真有，就是受到了越战的野鼬鼠作战的启发，美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呢，启动了一项名为“沉默彩虹”或者“隐形彩虹”的计划，把反辐射导弹做成一架无人机。你看，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机身长度为2.54米，直径为0.7米，带着18公斤的战斗部。可以翻折的机翼翼展为1.57米，发射前收在机身下面，发射后呢才会展开。在一台威廉姆斯 F121小型涡扇发动机的动力提供下呢，它可以在空中游荡差不多80分钟，足够等到碰瓷对象的开机了。而如果别人又马上关机了怎么办呢？它可不会傻乎乎的闭着眼睛飞过去啊，而是重新回到游荡状态，等待下一次的机会。你要问，要是这80分钟之内它都没有等到对方的雷达开机呢？岂不也是亏大了吗？哪里啊，你怕是中了他的计了吧？80分钟空荡荡的天空还不够他的友军干点啥吗？沉默彩虹要的就是你这80分钟的不敢开机了。对了，沉默彩虹，这沉默2个字你熟不熟悉啊？还记得前几天我们讲的沉默之蓝吗？洛斯罗普的那家嘛。对了，他俩就是一家亲啊，也是 DARPA 外包给诺斯罗普的项目啦，连结局都是相似的啊。总之，他没过多久呢，也就被取消了，原因也是各种的说不清道不明，直到现在都云里雾里。我突然就有一个假设，你说他会不会是故意玩失踪的呢？指不定哪天就又重新出现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此了。